第315章各显神通。目光缓缓扫过全场，砝码虚压着双手，震耳欲聋的喧哗声随之逐渐降低，雄浑的朗声在广场上空久经不息。这第3轮考核，工会不会再给予任何参赛者所助，一切都需要全部依靠自己，包括药方、药材等等。也就是说，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你们必须成功地炼制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一种丹药，而最后的胜利者自然是要看他所炼制出来的丹药的等级以及实用价值。听着那响彻在耳边的朗声，广场之中的参赛者大多都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考核题目震得愣了下来。在半晌后，首先便是有着一些参赛者脸色惨白了起来。很明显，这些人并没有准备着合适的药方或者足够的药材，在这种考题下没有这2种条件，那么结果很明显，落败的几率将会变得极大。虽然早就提前知道考核的题目，不过萧炎却依然是佯装着脸色变了变，毕竟在这种极其出人意料的考题下，依然保持着安然神色，难免会让人有所怀疑。在控制着自己神色变化之时，萧炎目光也是四处飞快地扫了扫。他发现，虽然小公主以及柳玲在初始听见这考题后有些愣神之外，不过紧接着却是快速地回过了神，脸庞上的表情并算不得太难看。果然底蕴丰厚啊，看他们的脸色，这种考题对他们虽然有些意外，可似乎却并不妨碍发挥啊。心中轻声喃喃着，萧炎再度将目光扫向不远处的严厉。此时的后者也是紧皱着眉头，片刻后冷笑了一声，低声道：不管你们出什么稀奇古怪的考题，这次的冠军非我莫属。既然大家都已经熟悉了考核规矩，那么高台上砝码手掌缓缓举起，然后悄然挥下，淡淡的声音响彻广场：第3轮考核现在开始。随着砝码的音落，原本有些窃窃私语的广场瞬间便是安静了下来。观众席之上，无数道目光紧紧地盯着下方巨大广场之上的100多位参赛者，等待着他们今日的精彩表扬。广场上在砝码音落之后，所有的参赛者都并未有所动作，反而是不约而同地保持着沉默，各自皱眉沉吟着，思考着应付这次考核的方法。当沉默持续了将近10分钟之后，小公主与柳玲率先将之打破，两人缓步走进石台，手掌一招，2座略显古朴可却蕴含着淡淡深沉气势的青红鼎炉出现在了石台之上。听得鼎炉落在石台上的声音，萧炎偏头望了望，眉头微皱。这2人所使用的鼎炉明显已经不再是昨天那座，看鼎炉所散发出来的那股深沉气势，品质远远超出了萧炎所使用的那座暗红鼎炉。啧啧，家老头，你们皇室果然大手笔啊，竟然把青烟鼎都能拿出来，这可是5阶药鼎哦。我记得当年可是有着好几位4品炼药师为了他大打出手呢，没想到最后落在了你们手中。望着小公主所照出来的青色鼎炉，砝码有些诧异地笑道：哼，我也不太清楚，多半是那妮子找他父皇软磨硬泡方才拿出来的吧。家老摇了摇头，淡笑道：古河出手也不凡啊，柳林那座红色药鼎似乎便是当年古河仗于成名的宝贝火山焰炉吧，也是一个5阶药鼎哦。在炼药界，一个好的药鼎对炼药师有着极大的帮助，在炼制丹药时也能显著提升成功率，而且一些品质低的药鼎承受热度的能力也不会很高，而这则会导致在炼丹之时说不定会忽然间爆炉。因此药鼎也有着颇为精细的等级之分，1阶到8阶，由低到高，而8阶之上便是当初药老所说过的天鼎榜。这种等级的药鼎存于在世的似乎也才仅仅13座，由此可知其价值究竟有多珍贵。而萧炎经常所使用的那暗红鼎炉撑破了天也不过才刚刚达到2阶而已，基本没多少效果。当然药鼎再有帮助也只是外物辅助，最重要的还是本身实力。故而即使以前药老虽然粗略提过一下天鼎榜，可却并未太过详细地告诉萧炎药鼎间的等级。真正的炼药师大师可掌心成鼎，炼丹间随心所欲，没有任何的限制，那股风采方才真正显得大师风范。的确是那火山焰鼎。砝码点了点头，笑道：
当年古河便是使用它一举夺得了那届大会的冠军，他能把这药鼎给柳灵来参加大会，看来对后者还真是有着不小的期盼。不过可惜，如果这一届没有那个家伙或者炎萧的话，柳灵取得冠军倒也不是没可能。可现在的话，却是难度不小啊。海波东摇了摇头，略微有些幸灾乐祸地笑道。法玛笑了笑，没有答话，将目光投向广场中。广场上，萧炎虽然对柳灵两人那明显品质不低的药鼎有些诧异，不过却并无羡慕表情，接受了药老理念的他，始终认为那只不过是外物而已，所以当下收回目光，手掌一扬，那和柳灵两人的5阶药鼎相比有些寒碜的暗红鼎炉，便是被他给随意的照了出来。暗红鼎炉一出来，便是惹来周围那有些愕然的目光，很多人都以为萧炎也是和小公主等人一般，将好东西留在最后，可却没想到，到的现在，他依然是紧紧将这破东西给拿了出来，并未太过理会周围的目光。萧炎闭目沉思了一会，屈指轻弹，一份炼制3文清灵丹的材料便是出现在了石台之上，林林总总，看上去恐怕有着20多种炼制这么多材料所构成的丹药，还是萧炎学会炼药术这么多年来的首次。唉，4品丹药啊，困难度不小呢。低声叹了一口气，萧炎抬头四处扫了扫，发现不少参赛者现在都已经开始生火，准备着提炼药材。这3文清灵丹虽然也是名列4品丹药，可若是想要一压群雄，我想至少也要形成2圈丹文方才有可能吧。若只是普通的1文清灵丹，取得冠军应该还是有些困难啊。萧炎微皱着眉头，心中低声喃喃道：哇，竟然是蓝色火焰。就在萧炎即将开始生火之时，观众席上却是忽然升腾起一阵惊异的喧哗声。有些疑惑地抬起头，萧炎转过头，顿时一愣，只见那一旁的小公主此时纤手之上正升腾着一阵蔚蓝的火焰，升腾火焰周围竟然奇异地泛起阵阵宛如水浪一般的涟漪，看上去极为神奇。这是什么火焰？愕然地望着那蔚蓝火焰，萧炎有些茫然，不过似乎看起来挺眼熟。微皱着眉头，萧炎抿着嘴沉思了一会，眉间猛地一挑，终于想了起来，这蔚蓝火焰好像当日在他所乘坐的马车上的那皇室图案曾经出现过。皇室的徽章是一头仰头长啸的庞大异兽，而那异兽身体之上便是缭绕着这种同样能够使得火焰周围泛起波浪的奇异火焰。据民间传说，在加玛帝国开国之初，加玛皇室拥有着一头实力极为强大的神兽，它曾几次挽救于加玛皇室，不过民间小道消息很多都是以讹传讹，当不得真，因此也没有太多人过于相信这回事。当然，除了某些知道内幕之人。咦，这火焰难道是惊涛龙兽的浅蓝水炎？高台上望着小公主召唤而出的蓝色火焰，法玛与海波东皆是一愣，半晌后似是想起了什么，转头惊诧的道：呵呵。家老笑了笑，可却并未开口说任何关于2人口中那惊涛龙兽的消息。真是个好运的丫头，不过没想到那头不知道睡了多少年的家伙竟然还活着。望着家老的模样，法玛与海波东无奈地摇了摇头，对视了一眼，皆是瞧出了对方眼中的所含的意思。那浅蓝水炎虽然比不上一火那种天地奇物，可在那些所谓的兽火之中却是绝对能够名列前茅，而且这种火焰偏向阴柔，若是以处女之身来使用它炼丹，火焰的厉害程度又将会提升不少。在小公主召唤出浅蓝火焰不久之后，观众席上又是接连发出2波惊叹之声。原来那柳灵居然也是在此时出人意料地召唤出了一种淡褐色火焰，而另外一道惊叹则是因为炎力所发，因此他召唤出来的火焰颜色也并非是正常的黄色，而是一种颜色漆黑的火焰。望着广场之上那5颜6色的火焰，观众席上众人情绪皆是有些激动。看这模样，明显很多人都是在昨天的考核中留了一手，这无疑将会使得今日的考核变得更加具有可看性。果然都是有着留手啊。望着那些颜色不同的火焰，萧炎忽然轻笑了一声，手掌缓缓竖起，屈指轻弹，飘逸的青色火焰猛然爆闪而起，瞬间广场之上的温度骤然提升，
而此时，小公主等人手中那原本欢呼跳跃的各种火焰，却是不知为何悄悄地萎靡了许多。广场之上，一阵微风忽然刮过，那些颜色稀奇古怪的火焰忽然略微有些斜摆，而更让得人惊奇的，这些火焰斜摆的位置，竟然全部指向了位于场中心的萧炎。准确地说，应该是他手掌之上飘逸出尘的青色火焰。这奇异的景观，犹如那朝拜君王的臣子一般。一火现，万火臣服，此话当真不假呀！望着场中的奇景，高台上砝码轻叹了一声。这种壮观的场景，在年轻之时，他也曾经见过一次，没想到在这种时刻，居然还能再见。